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感觉买着也不太合适，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刚开始我图省事儿，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丑，实在没什么食欲，就被我放弃了。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他就能去3根，完了还去不净。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就是机器用不了，鸡爪还退不了，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后来研究了一下，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锅。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再一个，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那手第1天是肿的，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一生来治愈。熬汁的时候我非常的严谨，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逐一测评，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一半是蒜蓉酸辣，一半是泡椒的。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它现在酸酸辣辣的，还微微带点甜，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感觉可太爽。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在场一共7个人，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好好活着。我最近特别想吃巧乐兹，但是我从小对这玩意儿就有一个遗憾，就是里边那个巧克力棒太短了，吃着不爽，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内心巧克力填满的巧乐兹来解决一下这个遗憾。不过要想实现这伟大抱负啊，需要先给这加长内心做一个定制化的硅胶模具，而且要严格的计算好长宽高的尺寸比例，这样才能确保它最后在整根的冰棍当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但这玩意儿说着挺轻松，做它整整磨了我们4天，那真是隔行如隔山。真的，我从来没想过做模具这个行业居然这么伤肺。做好了这个爹，就可以逐层开始做冰淇淋了。最里边这个脆球，我刚开始想用爆米花机崩点高粱米，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里实在是太抢味了，就特别像脆香米，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有一单着急开盖给我割皮鞋都烫漏了，所以这个做法直接让我给搬了。后来我发现麦丽素的做法也很适合做这个脆球，但是麻烦的是巧乐兹里的球又小又多，而且没什么批量生产的办法，也就是说这1000根冰棍里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出来，然后放到烤箱里烤才行。我们从下午点到中午，一共点了4万多个豆，这流水线干的特别像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就是后来机械到哪怕现在让我们去趣多多工厂，那都可以跨过11期直接上岗。这个部分我参考了一下梦龙的口味配方，黄色的是香浓的大奶味，白色的是没有那么甜的香草味，而且为了多活几天，我把雪糕的包裹层也改成上下夹层了。但是现在冷冻的时间和空间是个大问题，家里5个冰箱全用上都没放下，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我在楼上邻居家寄送了200根。最后做巧克力脆皮的时候，我放了特别多的坚果碎，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香了，吃不出来冰淇淋的凉爽，所以最外层我也做成梦龙了。现在这冰淇淋虽然外表平平无奇，但里边每一层都特别饱满，尤其是这根顶天立地的内心巧克力，这看着就特别过瘾。然后算了一下，这梦乐兹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块7一根了。我们从研究模具开始做这玩意儿，一共做了12天呢。最后正好是做满了2个冰箱，我估计以我们炫冰淇淋的速度，现在还真说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个先来。我最近突然特别想吃辣条，但是市面上卖的所有辣条基本上配料表摊开都比我命还长，所以我打算从洗面巾开始，在家做点健康辣条。洗面巾这个活干的可实在是太爽，它不需要掌握任何技巧，就是哪怕中间给它洗碎了，但只要能保持活着，最后肯定都能给它洗到一起去。而且洗成团的面巾又软又不散，捏着特别解压。不过好玩是好玩，这么洗就是有点费手。我们洗了150斤面粉之后，6个人加起来都凑不出一条
条好手腕。关键第二天晚上我抬头一看，我那手和胳膊洗的都不是一个色儿了。然后面筋醒发好了，我先蒸熟试做了一些，它现在弹性特别好，但致命的是不管怎么弄熟它，只要拌上辣油，吃着就跟凉菜似的，就完全没有一点零食的样子。所以我忍痛放弃了这个做法，那些面筋也都让我炸成油面筋了。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工厂做辣条第一步需要先膨化，我就又去买了个膨化机，但是这个机器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环，我们需要人工填满其他环才能让这条线顺利的流起来。就为了能用好这个碟，我们甚至还在家里组成了一条人工传送带。这回做出来的面筋条形状和口感都非常好，就是卫生状况稍微有点堪忧。就这个制作流程要是在电视上播出去啊，那我们几个可能都够判的了。然后这些辣条棒要稍微风干一下才能用。这会儿正好没啥事拆了几个快递，这快到夏天了，出门也越来越好吃。我先用10几种油调了一个复合油，又放了好多菜和料，给它炸成了一锅料油，甚至还用10几种香料做了一个混合料粉。调完这些料，我坐着算了算账，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配料用的呀，都快比主料贵出50倍了。最后要把辣条棒和辣油充分搅拌一下，为了吃的时候能再香一点，拌的时候我又放了好多芝麻和炸干的辣椒丝儿。这辣条现在油和料都巨多，吃一口油汪汪的，真的特别爽，而且还特别有嚼劲儿，真的是越嚼越香。后来我把那些油面筋也都给拌了，这东西因为油炸过，然后本身又特别吸汁儿，它现在绝对是自制辣条里的隐藏款。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一半麻辣，一半甜辣。这玩意儿看电视的时候来2包，给嘴唇辣的直木，然后再来一根我们之前自己做的梦乐滋。要是肠胃好的话，这真的是个特别好吃的吃法，但要是肠胃一般的话，那就只能在半夜的时候静待花开了。我最近特别馋那种可以冷吃的红油千层肚，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吃着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去买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我寻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不过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么麻烦的过程。首先也是最致命的，就是这个爹的味儿实在是太鲜亮了。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但这爹一拿出来我们就破防了。而且要命的是近距离接触时间太长，吸入的大便分子过多，就直到第二天晚上我出去买饭的时候，我感觉我跟人说话嘴里还往外飘着大便味呢，我真是服了我。然后我本来以为给这些爹洗完了就没事了，结果后面的活更麻烦，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没了，但要想让这肚完全没有异味，还得起码再洗10几遍。而且因为处理的不及时，好多黑毛肚都开始掉毛了，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然后还得摘肥油、刮底板的皴，再把它们都切成细丝儿。如果这时候肚还有异味，那需要再煮个花椒水给它们泡一下。主要最要命的是现在天热怕坏，我们干了40多个小时，基本没怎么合眼，这强度太致死了。真的就这么折腾完之后，肚洗的干不干净已经不重要了，人没没那就算是烧了高翔了。这些毛肚稍微烫几秒，再迅速过个凉，吃的时候就会很脆了。为了吃的时候能再爽一点，我又配了好多贡菜，但是我们查了3个小时也没整明白这莴苣和贡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最后决定还是眼见为实吧，等有机会去产地连轴做它500斤，估计就啥都明白了。后来调味的时候，我们先是试了好多种配方，然后又在最好吃的那个配方里根据肚的多少确定了每种调料的黄金配比。也是因为太累了，不想给调料分装了，就都打到一个料包里了。现在每一罐里都是一个料包配上一个肚包，回家只需要给它俩拌匀，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红油千层肚。但是因为切的不均匀，这卖相有点一般，不过好吃是真好吃，主要芝麻和贡菜放的多，吃着又脆又香，真的特别爽。而且我还放了点麻油，它现在是越吃越麻，越吃越想吃。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头了，连吃了4罐，结果直到第3天，我那俩耳朵震的还嗡嗡的，啥也听不着呢。